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早前呢，我在做那个10号牙的那个 Foreigner 的影片的时候呢，我在那个影片有问有谁如果要知道多点这个牙箱的 gear ratio 的东西可以打在 comment 那边。一开始我就心想，这种 topic 应该没有什么人要听了啦。那一直到很多人 comment 我开始有点后悔做出这个承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 gear ratio 的东西不只是很难表达，因为我明白，但是我要表达给你知道是另外一回事嘛，很难表达不要紧，然后没有什么人要看这个才要命通常我做这种比较硬核的资讯的东西是吗？那个点击率是很差的，但是呢，我已经下了这个承诺，所以我一定要做一集给你知道什么是 gear ratio。OK，gear ratio 这个东西，可能你买车的时候你看到 catalog 有写gear ratio 3.5比1。2比1什么东西，你看到你直接 skip 掉是吗？当做它没有在是吗 ？OK， 你看完我这支影片之后，你就会知道了。这 gear ratio 呢，你知道了过后呢，对你的生活不会造成什么改变，但是呢，是多一个知识OK， 我们现在就开始。根据基础的物理学呢，大个的齿轮比较多牙齿嘛，然后它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扭力，但是缺点就是呢，它的速度转的会比较慢。然后如果相反，小的齿轮呢，它里面的牙齿比较少，然后呢，它可以产生的扭力也比较小，但是呢，它可以转很快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了那些跳芭蕾舞的舞者当他们这样子转的时候是比较慢的，当他们把脚收起来的时候，这样子转是比较快的。这个在物理学上叫 angular 什么角动力之类的东西我有一点忘记了，以前中学学过了。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gear ratio 啦。我这边这个 gear ratio 呢，我给出的这个数据是接近了我现在自己用的车这个 CS5 2.2D 这柴油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熟悉我这个车嘛，所以我跟你比喻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组 gear ratio 呢，它是1号牙号码比较大，然后到6号牙号码比较小嘛，对不对？以此类推呢，你就可以连接我刚才讲的东西。1号牙是比较大的轮子，然后2号牙就比较小的轮子，3号牙就更小，4号牙更小，5号牙更小，6号牙更小，以此类推了。然后呢，像我刚才所说过嘛，1号牙那个号码越大，就代表你那个齿轮越大，里面的牙齿越多，所以就有更多的扭力，但是呢，速度很慢。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 real life example 啦。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gear ratio 呢，它是比喻那个速度你看第一组1号牙，我们 focus 在1号牙前3.5比1嘛，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引擎转3.5圈，等于你的牙箱在1号牙的时候转1圈。我重复多一次就是你的 engine 在转3.5圈的时候呢，你的这个1号牙只转了1圈。所以你就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你1号牙的时候，你的引擎拉到3500转了，但是你的牙箱呢只转1000下，因为3.5比1嘛，这样的比例嘛，所以就变成你在1号牙的时候车很有力可是呢，它这个 RPM 到3500的时候，那么吵是吗？车还是很慢车的速度可能最多345 km/h 罢了。所以你照这个道理来想如果你保持这个3500转在1号牙是吗？它只是走345 km/h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出来，1号牙虽然很有力很有 power， 但是它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如果我们站在扭力这个方面来看这个 gear ratio 的话呢，你的引擎给它100 Nm 的扭力的话，它会给你350 Nm 的扭力，因为1比3.5嘛。OK， 这个是题外话，我们 focus 回去刚才那个以速度为主的那个3.5比1啦。像我的车这个 CS5 2.2D 呢，它在跑60的时候呢，如果你把档位挂去4号档呢，它的转速大约在1800 RPM 左右，是蛮轻松的嘛，对不对？1800 RPM 没有什么听到 engine 在运转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用1号牙来走这个60 km/h 的速度的话呢，你的 RPM 将需要6300转。因为呢，我们在4号牙的时候，你注意看那 gear ratio 是1比1嘛，就是说那个引擎转1800转，牙箱转1800转，转出来呢，你当时速度是60 km/h。但是现在如果你换牙，你就把4号换去1号的话，因为1号的这个 gear ratio 是4号牙的3.5倍，所以1号牙的 gear ratio 如果是4号牙的3.5倍呢，你就需要把这个
1800 RPM 乘以3.5倍，所以你就会得到，哇哦，你用1号牙来跑60需要转6300转。OK， 我希望你大概明白这个概念啦，就是说呢，这个 gear ratio 就是你看1号牙3.5比1嘛，就是说那个曲轴 engine 的曲轴 crankshaft 转3.5圈等于牙箱转1圈，在1号牙的时候啦。然后现在我们把 final drive 加进来，什么东西是 final drive 呢？ final drive 就是呢，你看引擎的动力去到牙箱嘛，然后牙箱的动力去到轮子嘛， final drive 就在轮子跟牙箱之间啦。所以呢，你改变这个 final drive 的大小对一辆车的动力输出也是会有影响的。就比如说呢，我给你一个 example 啦，像我这辆 CS5 2.2D 呢，它的这个 final drive ratio 差不多是4左右啦。如果你把它 final drive 从4换去5的话呢，它的扭力、它的加速会变快，但是呢，它每1号牙的级数会降低，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final drive。你如果想算你的车每1号牙的级数在哪里呢？我这边有一个算法可以算给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实践我们今天有理论又有实践，我们来看一下实践。OK， 首先如果你要算出你的车的每1号牙的极限呢，首先你要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你的 drivetrain transmission ratio，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拿你的 gear ratio 乘以你的 final drive ratio， 你就会得到一个东西叫做 drivetrain transmission ratio。 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算法的必要的东西啦。第二个东西就是呢，你要知道你的这个轮胎的总直径有多么的大。像我的车啦，这个 CS5 2.2D 的呢，它的这个轮胎尺寸是25、55、R19，所以我这个轮胎的总直径为28.7寸。所以你知道了这两个 information 之后呢，你就登录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 Omni Calculator 啦，里面有一个算 RPM 的，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的这个 link 这边啦。所以呢，当你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界面，这边就叫你输入你的这个 RPM、drivetrain transmission ratio， 还有一个是你的那个 tire diameter 的那个尺寸啦。首先，你的引擎的最高的 RPM， 比如说像我的车啦，最高的 RPM 是5000转嘛，对不对？然后5000转呢，我1号牙的这个 drivetrain ratio 呢，就是我的 gear ratio 3.5乘以 final drive 4，所以得出来是14啦。然后呢，这个轮胎的 diameter 呢，我的车是28.7寸，所以得出我1号牙的 top speed 为49 km/h。哇，真的是阳功了！你想一下，那个 engine 转到5000转，结果你才跑一个49吧那我们继续算下去我们 engine 的 RPM 保持不变，一样在5000转嘛，你的红线是固定的，然后你的这个tire的这个 diameter 也是不变的嘛，你的 tire 不可能突然间变大变小了。然后呢，唯一你换牙会变化的东西就是这个 drivetrain transmission ratio， 这里我把它称为 DTR 啦。所以这个 DTR 呢，我们2号牙的这个 gear ratio 是2嘛，然后你2乘以 final drive 是4嘛，就是变成8咯。所以你输入这个8进去呢，你就会得到你2号牙的级数是 85.9 km/h 啦。所以2号牙拉到完就是 85.9 km/h， 所以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算出你每1号牙到红线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多少。所以你每1号牙可以跑多快呢，并不是看你的牙箱可以跑多快，是看你的引擎可以转多快，因为那个动力的来源是在引擎嘛，所以你引擎的红线呢，就是代表你那个引擎已经到那个极限了啦。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个引擎不要给它一直在红线呢，我们就需要有牙箱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咯。所以呢，我们绕回这个主题呢，有时候呢，好像如果人家有那些旧款的 automatic 的车4AT 的车你会发现到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OD， 就是 overdrive 啦。overdrive 的意思呢，在我们这个 gear ratio 里面，你看我们看回去这个6号牙的这个案例像我的车这个6号牙的案例呢，你注意看那个4号牙是1比1嘛，1比1，就是引擎的那个转速跟牙箱的转速是一样快，在它4号牙的时候，这个1比1我们叫它 direct drive DD。然后任何
那个数目字超过这个 direct drive 呢，比如说1号牙到3号牙，它这个引擎都是转比压箱快嘛，所以呢，它这个1号牙到3号牙都叫做 reduction， 就是降低那个引擎的速度了，因为你那个引擎是很快的嘛，然后到压箱这边就变慢掉，这个叫 reduction 啊。然后我们看 direct drive 之后的呢，像5号牙跟6号牙呢，它们都是少过1嘛，就是说在5号牙的时候啊，你的引擎转 0.7 圈，那个压箱就转了1圈哦。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高速行驶 overdrive。在这个5号牙跟6号牙的时候呢，你的压箱的转速是超过这个引擎的。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 gear ratio 你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啦。然后 binary drive 你也会看了咯， gear ratio 你也会看了咯。然后你会发现到退后牙呢，它的这个 gear ratio 也是跟1号牙一样高的，因为你退后要有力嘛。所以呢，有时候我看到那些 Fast and Furious 啊，那些飙车戏啊，我觉得很奇怪咯。你的那个退后牙的 gear ratio 这样高啊，你这样子跑100多，用退后牙跑100多，所以这个是令我非常疑惑的东西啦。然后当然我不是那个 mechanic engineer， 我也不是什么工程师之类的。如果我这些表达方面啊有什么疏漏，有什么错误呢，麻烦你在下面的 comment 指正我，让我知道。然后如果你对我这个影片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呢，你也可以 comment 在下面的 comment 区那边让我知道啦。谢谢你的收看，谢谢你看到这里啦。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